到了2026年，俄軍的後勤算是徹底沒救了，前線鬧起炮彈荒，士兵餓到皮包骨頭，還必須拿出來大半工資自行購買裝備，並且打點指揮官。也不怪俄軍如此狼狽，自家領導貪腐不斷就算了，烏克蘭的無人機還一刀接一刀，盡往俄羅斯的命脈上砍，軍工廠、油庫、鐵路挨個被點名。其實到了現在，這場戰爭的勝負不再是看誰打得有多猛，而是誰的後勤先咽氣。就目前來看，俄羅斯應該撐不了太久了，因為前線那些士兵對自家的後勤可能只有一個反應：什麼炮彈、什麼食物，根本看不到啊。阿特市游击队的相關情報顯示，现在的俄軍士兵內部越來越頻繁地討論一個詞：炮彈荒。某些特定口徑的火炮已經無彈可打，這直接影響到了部隊的射擊能力和陣地防守能力。缺少彈藥就算了，火炮也跟着崩。此前在赫爾松方向，俄軍的火炮維修零件出现了嚴重短缺，裝備磨損之後根本沒辦法修，火炮打着打着就趴窩了，想要換零件換炮也換無可換，只能用故障的火炮繼續打，然後繼續出故障。情況都已經這麼惡劣了，指揮官還下令同志們堅持住，士兵都忍不住懷疑人生，堅持什麼？拿什麼堅持？那些歇菜的火炮給不了任何有用的支援，最終導致士兵傷亡越來越嚴重。更有意思的是，這個方向的軍用船只還頻繁出故障。俄軍指揮層一度懷疑是一些俄軍士兵為了不上前線，故意破壞相關設備，假裝是機械故障。朋友們，品品這個細節吧，前線沒炮彈，維修沒零件，士兵寧可自毀裝備也不願打仗，到底還有多少人願意為普京賣命？不過就俄軍的狀況，也不能怪士兵不願意衝鋒陷陣，畢竟士兵連個人裝備都要自己花錢買。經濟學人做了一項深度調查，一名叫馬克西姆的逃兵向記者交代了一筆賬，他服役期間總共拿到大約800萬盧布，其中600萬盧布花在裝備採購和打點指揮官上。不想掏這筆錢，那你穿着運動鞋去衝鋒吧，反正我們是不會給你發裝備的，或者乾脆去死吧。這就是現在的俄軍，想活着那就必須打點自己的指揮官，想調到後方炊事崗位可以，每個月給指揮官交1半工資就行。想從前線突擊隊調走，那當然也可以，一次性交100萬盧布，外加按月續費，就跟還房貸似的，反正乖乖交錢，就給你一個活下去的機會。如果有人敢拒絕交錢，或者試圖舉報指揮官，那就把他們塞進最前線的隊伍，讓烏克蘭的炮彈替他們消滅證據。更諷刺的是，指揮官一周在陣地上還能辦4場團建派對，酒水費用還會全攤到士兵頭上。總而言之，就是一句話：前線沒彈藥，跟後方狂歡有什麼關係？比起這些問題，最讓士兵絕望的其實是沒飯吃。此前，烏克蘭國防部情報總局公布了一段截獲的俄軍前線錄音，一個俄軍士兵在通話中說，軍服像衣架一樣掛在他身上，因為缺糧導致體重暴跌，人瘦到只剩皮和骨頭，想要認出他是誰，只能靠鬍子。這還不是個例，俄軍前線頻頻爆出消息，士兵幾天吃不上飯是常有的事兒，就算能吃到東西，數量也極少，可能就是空投來的1-2塊巧克力。士兵斷糧，指揮官拿着士兵孝敬的錢辦狂歡派对，這種事情放在任何一支軍隊裡都算是恥辱了。但俄羅斯也沒辦法，因為補給運不上去，俄軍的後勤供應鏈早就廢了。直接原因就是烏克蘭的無人機打擊。有人可能会疑惑，烏克蘭的無人機再厲害，但面對的是一整個國家的後勤，真的能搞垮嗎？答案是，如果你打得夠準、夠狠，還足夠持久，那真的可以。其實2026年開年以來，烏軍的遠程打擊能力強到讓很多人無法想象，單是打擊範圍就足以讓科工恐懼了。從備戰的克里米亞一路延伸到比爾姆、烏法、車里亞賓斯克，還有烏拉爾山脈，這個一直被俄羅斯人當作大後方的地區，如今也徹底暴露在烏軍的火力之下。整個俄羅斯再也沒有安全區可言了。具體到對各領域的打擊，那更是讓科工肉疼。烏克蘭主要盯上的是俄羅斯後勤體系的3大命门：軍工生產、石油收入和鐵路運輸。先說軍工廠，對他們的打擊，烏克蘭就一個思路，專找俄軍的命根子下手，其中就包括沃特金斯克工厂，它專門負責生產伊斯坎德爾和奧列什尼克導彈。結果烏克蘭國產火烈鳥導彈直奔工厂把它給點了，緊跟着遭殃的還有克雷姆尼埃尔的微電子廠，這是俄羅斯第2大微芯片制造商，主要生產伊斯坎德爾、S300、S400 還有鎧甲防空系統等核心装備的芯片。結果他在布良斯克的中央生產建築被风暴之影巡航導彈精準命中，預計至少停擺6個月。一輪接一輪打下來，俄羅斯已經損失了近40%的越軍導彈產量，炸藥、推進劑等關鍵原材料的生產也被同步癱瘓。這也是烏克蘭現在的打擊策略，摧毀俄羅斯的軍工複合體。只有這樣才能讓俄羅斯感到疼，才能真正阻止它。最狠的一刀還是砍在了石油上。打仗打到最後，其實打的就是錢，而俄羅斯的錢袋子就是石油。
自2026年初以來，烏克蘭無人機已襲擊了至少16座俄羅斯煉油廠，其中有一些煉油廠是反覆遭襲。相比2025年同期，這個打擊頻率至少翻了1倍。那個時候還只有8座煉油廠遇襲。路透社算了一筆賬，因為烏克蘭的打擊，俄羅斯的石油日處理能力損失約70萬桶。僅僅在3月份，受影響的初級煉油產能就接近每日100萬桶。4月份又有了新突破。綜合來算的話，自1月以來，那些因為無人機襲擊而停擺的初級蒸餾裝置，總產能已超過每日285萬桶。俄羅斯4月的石油出口也因此創下了歷史新低，石油日產量比起2025年同期更是直接減少了46萬桶。打軍工廠斷了彈藥的來路，炸油庫斷了戰爭的錢袋，這還不算什麼，關鍵是運輸。只要俄羅斯還有運力，那就還能把殘存的老舊裝備繼續送往前線。蚊子腿再小也是肉，裝備再老再破爛，對前線的俄軍來說也是補充。所以烏克蘭的第3刀砍到了鐵路。僅僅是4月，烏克蘭情報總局下屬的幽靈特種部隊就對克里米亞的俄軍鐵路實施了5次打擊，精準命中正在行駛中的軍列，那裡面裝的都是軍事装備和燃料。烏克蘭安全局還與無人系統部隊聯合行動，在盧甘斯克附近摧毀了俄軍的燃料列車，炸毀了油罐車和鐵路基礎設施。阿特式游擊隊也在發力，在盧甘斯克地區多次破壞鐵路樞紐，導致鐵路線陷入癱瘓，軍列無法按時到達前線，一線部隊的彈藥和備件補給就這樣被切斷。除了烏克蘭的打擊之外，最重要的還是俄羅斯的鐵路系統本身也快撐不住了。俄羅斯鐵路公司已經累積了4萬億盧布的債務，折合約520億美元，實際上已經算是破產了，現在只不過都是強撐。鐵路沒錢意味着維護難以跟上，零件缺了只能拆東牆補西牆，前線還喊着要炮彈，後方鐵路只能苟延殘喘地說，我自己都快斷氣了，怎麼給你們送炮彈？就算還有錢能支撐鐵路繼續運輸，但是擺在客戶面前的還有一個問題，誰來運？普京天天拿低失業率出來吹，說什麼經濟有活力，但是俄羅斯企業的動作不會和普京一起騙人。這2年以來，俄羅斯各大公司相繼裁員，僅僅是俄羅斯鐵路公司一家就宣布2026年要裁員6000人。俄羅斯工廠在2026年前連續3個月裁員，產量連續第12個月下降。不過對外說辭倒是積極迎合普京的說法，哪有什麼失業，都是人不夠，我們招不到人吶。然而事實是，無論他們找什麼借口，都無法掩蓋一個事實：俄羅斯缺人，各行各業都在缺人。之前就有数据統計過，自從2022年以來，俄羅斯的勞動力儲備至少減少了250萬人。彭博社也提到，俄羅斯現在的勞動力短缺問題嚴重到會拖累經濟多年。但是再缺人，他們也不敢再招人，還要繼續裁员，因為沒錢養不起。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再把目光放回俄羅斯那條後勤供應鏈，就很容易發現問題了。沒東西運，沒錢運，也沒人運，所以只能苦一苦前線士兵了。不過，就算沒有烏克蘭的打擊，這條後勤供應鏈也好不了多少。光是貪污腐敗就足夠俄羅斯把自己吃破產了。俄羅斯國防部這2年的腐敗大戲簡直比克宮宣傳片還精彩。從2024年以來，俄羅斯國防部內部已經出現一連串刑事調查、解職、泄密和醜聞。副防長、高級軍官、文職高官被指控腐敗、欺詐、貪污的名單越來越長。據俄羅斯經濟學家米哈伊爾·傑利亞金的估算，僅貪官們在國防部侵吞的總金額就可能高達11萬億盧布，折合1400億美元。這群人伸手的地方當然是最熟悉的軍費。舉個例子，俄羅斯前第1副防長查理科夫，他在3月份的時候被正式起訴，罪名觸目驚心，大規模貪污、受賄和洗錢，面臨12項重罪指控。從2015年到2024年，查理科夫掌管俄軍後勤近10年。他的团伙在採購軍用服裝時，通過抬高價格等手段，從軍費裡撈了超過66億盧布，折合8300萬美元。更諷刺的是，查理科夫已經是绍伊古下台以來第4個被刑事追訴的副部長，排名在他前面的伊萬諾夫已經被判了13年，另有幾位還在候審中。一個體系的最高領導層都排隊進監獄，下面的人要乾淨，可能嗎？當然不可能。上梁不正下梁歪。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才剛爆出來一個醜聞，當地的防空部隊採購了一批軍用無人機，結果供應商拉了一堆訓練用的民用低質量無人機，明明是以次充好，價格卻翻了幾倍，涉案金額高達9000萬盧布。更荒唐的是，這家還是這批無人機的唯一供應商，其他企業根本沒有競爭的機會，等於說是当地指定他來薅軍費的羊毛。哪怕是到了前線，這群人依然也有操作的空間。阿特式游擊隊之前曝光過一個勾當，俄軍127摩托化步兵師的連級指揮官和倉庫主管，系統性的將最先進的 AK-12、AK-102突擊步槍從官方庫存中爆損，然後通過中間人倒賣到黑市。在俄軍现役中，這幾種步槍算是最現代化的轻武器，黑市上供不應求。
至於前線打衝鋒的士兵，人手一把1970年代的老式 AK-74，糊弄一下得了。士兵拿着這樣的裝備，卡殼啞火是家常便飯。所以俄羅斯後勤真正的問題是整個後勤供應體系從最頂層往下全都在腐爛。烏克蘭的打擊只是給這個腐敗的系統最後一擊，但也成為了這個系統最好的借口。士兵們拿不到槍，吃不到食物，都是烏克蘭的問題，都怪烏克蘭的。反正不管怎麼樣，鍋都甩到烏克蘭頭上。當然了，還要採取一些補救措施。但問題是在俄軍這個系統裡，他們拿出來的補救措施真的有用嗎？俄軍拿出的第一個辦法聽起來挺合理，烏克蘭無人機不是盯着前線的倉庫炸嗎？那我們就把倉庫往後撤，撤到無人機打不到的地方。以前彈藥和 FPV 無人機就堆在離陣地幾公里的地方，隨時能送到士兵手上，但現在必須把倉庫往後撤，避免無人機打過來的时候人财尽失。但後撤這兩個字說起來簡單，落到前線士兵頭上就是另一回事了。倉庫被放到遠離前線的纵深地帶，本來就脆弱的補給，這下要面臨更長的補給路線和時間。問題是採取這樣的措施，要是有用的話，那也不是不能忍，關鍵是沒用。烏克蘭的無人機打擊範圍不是一成不變的，也在同步擴大。也就是說，倉庫後撤根本沒解決任何問題，該挨打還是要挨打。第一個辦法不靈，第二個辦法就更離譜了，鐵路會挨炸，卡車用光了。那我們乾脆不用這些，什麼驢、駱駝、馬全都拉出來溜溜。沒錯，這就是現在的俄軍。由於後勤體系的嚴重崩潰，他們開始批量使用驢、駱駝和馬匹來向前線部隊運送食物和彈藥。處理運輸的速度和運載量和鐵路、卡車比起來，根本就是兩個世界。卡車一趟能運幾噸，驢能拖多少？而且在烏克蘭的無人機威脅下，先不說這些牲畜能不能活着把東西送到前線，就算能送到，按照他們的速度，估計走到的時候，士兵早就餓死了。更別提俄軍還異想天開，在烏俄這樣高強度的現代戰場上嘗試騎馬衝鋒。在星鏈被切斷之前，為了保持通信，他們還把星鏈終端害在了馬鞍上，一系列魔幻操作，讓人不得不懷疑，這還是2026年嗎？克工所謂的補救，說到底就是用一個窟窿去堵另一個窟窿。倉庫後撤，運輸距離長了，用處理運輸效率歸零，所以後勤該垮還是要垮。這一垮，俄軍就無法維持基本的進攻能力，前線立馬嘗到了苦果。那些已經控制的土地，現在要成片成片的吐出來。根據 ISW 的評估報告，2026年4月，俄軍出現了2024年以來的首次月度領土净損失，一個月丟掉了116平方公里控制區。日軍推進數據更難看，2026年前4個月平均每天只推2.9平方公里，而2025年同期是9.76平方公里，差了快4倍。俄軍口中声勢浩大的春夏季攻勢，至今沒有取得任何實際戰果。克工還能靠各種宣傳手段給潰敗戰場包裝一下，但是前線士兵看到的只有自己拿不到裝備和食物，工資要拿來打點，推進越來越慢，這樣的仗他們怎麼打？他們真的能打過烏克蘭嗎？只要他們有這樣的疑慮，士氣就散了。這樣的軍隊哪怕拿着最精良的裝備也不堪一擊，更何況他們手上拿的是不知道哪個年代傳下來的老東西。對俄羅斯來說，這場仗已經逐漸打成了他們打不起的樣子。他們還能咬牙繼續進攻，但是每一次進攻都比之前更貴更疼，前線付出的傷亡也只會越來越慘重。但是克工不會在意，因為普京看的從來都是推进的數字好不好看，可能必須要等到最後經濟徹底崩潰，軍心徹底潰散，甚至烏克蘭的無人機飛到臉上，普京才會意識到這一場大國幻覺早就破滅了。